我觉得我们这个夏季赛的话，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失败。乱了，他没打野，想要击乱了 ，OK 啊，可惜，走，不要走，无所谓。我的想的很简单，就是为什么那个远古龙没有被沉下来？当时就觉得好像夏季赛比春季赛没什么变化，就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的那种感觉。然后也经历了很多互相的争执，互相的一个不满。越不了，我这个怎么越？是吧？就是不知道怎么越。越的前提是要能换血，是能换血，是我换不了血。他血是满的。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变得更加的团结。每个人都想赢，所以他自然而然会去改变。走，那下去。跳楼啊，这是。OK， 到前看一下。到前，王者没大 ，nice 啊，包吧。守上去败军之地，风雨非难之间，白网炸了出来。时隔4年 ，EDG 要捧起这个属于他们的银龙杯。可能自己当时状态不好，然后外界也会评价你嘛，就肯定自己也想证明自己，证明了我们能夺冠吧。你们心里面要有一个数，就是晚上的时候要练习你们的专注度的，所以不要打到后面就很松懈。就是晚饭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可以稍微多休息一会儿。对。欧拉夫打爆你，然后我们最近肯定是在就是准备季后赛的第1场比赛嘛，就最近其实还是跟往常一样，就是每天都会有至少6场，然后多的时候可能就是8场的训练赛嘛。我们今年季后赛的目标，就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至少要打进决赛，然后就是去争取夺冠吧。艾希卢现在没大灯，寒冰没闪吧？有，还没有闪。 OK， 慢慢打。到了。中路一波吧。没闪。OK。哎，这波是有钱不买吗？看一下。这波是刚好，钱是刚好，就是你应该晚个1秒。鳄鱼早点拉出来。来一下回哥，可以拉出来就行。先杀牛头。下一把给你们回哥。对啊。因为季后赛跟常规赛比起来的话，其实又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就是去寻找这个新版本哪些就是东西比较好嘛，就比较强，在巩固我们自己擅长的东西的前提下，我还要准备去解决常规赛的时候一些存在的问题。3条线我觉得摇的也很好，其实伤害什么也没有，战斗力也很强，但是其实这个阵容就是强力滚雪球，这上波是，尤其是在蓝色不好选，很难拿。对，你拿完蓝波。因为夏季赛更新了那种很多 AD 英雄跟 AP 打野，导致了上中野的战斗力在前中期太强了，然后再加上峡谷先锋也比较重要，所以说其实从夏季赛开始，都一直是上中野的版本。我开始练打上中野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配合问题嘛。打上中野的最终目标是帮到上路嘛，但是帮上路的时候没帮到，或者是越塔的时候没越好那种。兵线都吃不了了，直接踢上来，要打一套，斯科特交 TP 过来，这边8条也交 TP， 哇，这边古德哥好团队，在中路实现的情况下，直接被挑飞，人家很危险，最后再次阵亡。可以跟盲僧那边的，我们计划的那个文网来就是。越不了，我这个怎么越？是吧？就是不知道怎么越。越的前提是要能换血，是能换血，是我换不了血。他血是满的怎么越啊？换不了血，我走位失误还要吃 Q， 就我不知道怎么换血，换不了血。其实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有一直去跟炫君强调他需要专注跟提升他自己的个人状态，然后他要去在队伍里面去指挥，就是他上路需要怎么样的帮助，然后让杰杰跟李维灿知道。看一下EDG这波动不动？还没有看到小天的一个位置，200血的一个小老虎，有大招，卡牌过来，这波是抱歉是杜一碧先过来，他先偷了卡牌大，先支援。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白了，主要还是我们们上中野打上中野没有打好，没那个味道，打的暂时没打好。我们上中野没打好之后，才出现了团战的问题。大家的想法算是一致，只是我说了，如果我们想什么阵容都玩得好，就是把这个版本摸得很透的话，就是我们上中野还是要做得更好才行，要打得更好才行。就卡一阵，然后我是射体，假装我是地板，然后你6组，然后6组过来，然后差不多刚才那个，跟这个线是一样的。我们试了挺长一段时间的，只不过一开始可能就比较有挑战性嘛，经常我出点问题或者我们配合不是很好，然后可能就看起来比较奇怪。打 WWE 的那一场的话，是我觉得很离谱的比赛吧，算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差的比赛之一吧。觉得自己有危险，给自己一个盾，但是自己的血量还是很低，招出闪现。这个速度卡的非常的不错 ，Miko 跟姐姐可能都要阵亡了。我逼了，没蓝。保呀！大家失误都挺多的，你失误一下，我失误一下，然后看着互相失误就有点着急，然后最后那个远古龙呢一丢，大家可能心态都有点受影响。那个时候的沟通已经是完全乱掉了。乱了，他没打野，想要击乱了 ，OK。可惜，走，不要这，无所谓。第一波，你们回家吧，这里有野。哎，不要太乱，哎，听我不要。慢慢说，听我说。내 이야기가 좀 계속 묻히니까 다들 나를 제외한 나머지 4명이 전부 다 바로 알아들을 수 있도록 하게 위함이었고, 두 번째로는 좀 평정심을 유지하고 침착하게 급한 상황일수록 우리가 정확한 판단을 내려야 되는데 그렇게 하기가 지금 어려운 상황이니까 그렇게 해서 말을 했고. 队员心态都变着急了，因为每个人想的东西或者画面都打不出来吧，可能。后面就基本上打完第一把就全部沉默。在场上的时候沟通太乱了，就是我知道你们想表达很多东西，想讲很多东西，但问题是在场上，就是我说了，我一开始上去的时候，我就跟你们打过一场仗，我说你们今天肯定会比较兴奋的，对吧？上去第一把，然后重要的事情先放在前面说，然后不重要的事情不要去跟队友争的，很多话都在讲，好吧？沟通不要太乱就好。我是觉得这把其实我们已经打得不好，就是运气有点差。别忘了一种吧，我们主动一点那种。然后能拿一些就已经。天这种已经很主动。一是刚打季后赛，可能没进到状态，然后又出现了很重大的个人失误，导致整个队伍的一个整体心态崩掉了。打到直接炸后排，但是杰杰血量很低，背上还有一个秒表，杰差1丝血。你们打 ，OK。慢点，按一下，哇，撤一下。我打不过这个。船长没带，10秒钟吧，看你往手擦吧。我往上走。全队都不知道怎么玩，所以就都很迷茫吧。通俗一点就是等死的一场比赛。第2把又白给1把，第3把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怎么打了，就是感觉赢不了，要下班了这种感觉。我先说吧。首先，杰姐，你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觉得这把是我的问题，好吧？我觉得这把我们昨天虽然讨论到了这套阵容，但是我觉得这套阵容可能没那么好，现在看来。然后其次的话，我们知道这种选的位置也有问题，我不应该2楼出开，我觉得，好吧？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我上俊家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我觉得你也需要缓一缓，其次是我们整个队伍需要缓一缓。先上个厕所。等一下。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具体的话，就我的想的很简单，就是为什么那个远古龙没有被沉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失误吧，对我个人而言，主要是那条龙不是跟对面拼城拼输的，
是对面没有打野的情况下输掉，就完全个人失误，然后也是导致整个队伍变成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觉得当时就很自责吧。挺好。告诉怎么了？确认 OK 的吗？应该。今天状态真的。大家跟我和其他选手确认一下应没有问题。下棋赛到底有什么区别？别被影响了。你说一下。喂。心态。结果。喂。有什么区别？如果春季赛和夏季赛都是一样的，那半年就浪费了半年时间。我一直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后悔，不要后悔，不要后悔。做什么事情不要后悔，打完之后不要下来后悔。后悔的不光是成绩，后悔的是他妈为什么春季赛到夏季赛这段时间，春季赛到夏季赛这段时间，我们都觉得你训练赛打的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为什么在心态方面或者临场的表现方面就是进步不了？他那个搬2个就安全很好。上面开始在想这个。下一场上去的时候，咱们春季赛东西得打出来。可以啊。懂吗？搞点热血的。朱开这段话也是提醒了我吧，就当时就觉得好像夏季赛比春季赛没什么变化，还是在关键的时候就没有稳住吧，就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的那种感觉。这样，把这，让 AD 输出，这不要用了 ，AD 有重量，别再用了。恭喜他们也进入到我们季后赛的胜负决赛。兄弟们说2句吧，嘉哥，辛苦了，你帮我们赢回了2把，我觉得辛苦了。然后杰的话也辛苦了，好吧。然后我觉得各位选手的话，今天我觉得责任都在我吧，好吧。我觉得最后一把这个杰斯我忘记了，然后第2把的话也是，我觉得没有坚持。这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啊，就选了一套认为能抗衡对面的这种。打得怎么样？再说你先是你 BP 的时候就要玩，严格按照你们的来啊。第3把我们是鳄鱼角。我是感觉每一次标准我都感觉有变数，谁提个东西然后变了，最后一把一选个新的烂。那一次，因为当时输了比赛，所以就没有当面吵，但是每个人对对方都有多多少少的不满吧。就这样感觉，我到底能不能玩修短个英雄？选这种前面没有系统，说很强的英雄还是玩不了。 우리가 연습 과정에서 계속 일으켜 왔던 실수들, 그런 실수들이 서로의 시대를 깎아먹는 요인이 됐고, 그런 부분에서 약간 무의식적으로 게임을 하면서 다들 그런 게 계속 발생을 했기 때문에 게임을 하면서 있어서 본인에 대한 확신이 없고, 약간 서로에 대한 확신이 없고, 본인 스스로가 확신이 없으니까 서로에 대한 확신도 없고, 그러니까 계속 한 발짝 느려지고 한 발짝, 두 발짝 상대가 앞서 나가기 시작하면 좀 뒤집기가 어려웠던 것 같아요, 게임을. 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成绩有个更高的期许，所以说这种训练中或比赛中，大家对于偶尔的一些小小的失误，或者是犯错，大家都会比较那么的没有忍耐度和接受度，团队都处在一个极度敏感的一个状态。哪怕是个技能的不准，小小的犯错或死了一次，大家都会把它上升到完了这场要输了，或者是你们又开始了。 或者是就会把它无限的放大。这把就是中野谁赢就谁赢啊！这上路凯南赢线了，因为中野一直动，他也干不了事。但我们中野赢的就是凯南会无限延迟。昨天你们不是说我们蓝方会选杰斯吗？为什么？就我感觉这英雄我们现在是要输多少分？就是要搬，然后不选。我觉得很好，这英雄不是。是啊，没问题。 我们还没有结束，反正，我觉得以我们的实力跟状态，只要下一把我们的心态不出问题，我们的沟通一样做好，我们是能打回来的。我们几要打？26。强。有的抢救不？那场打完下来，我们其实也是开诚布公的，然后开了一个会。 就输完大卫的时候，他们教练组或者是其他队员都觉得，对面中路动的比较多，然后我们
我们是不好动，或者是不怎么动。我们训练的方向跟真正打到比赛的对局其实差很多。一是我们没怎么练过那种对局，二是就是我是知道他会有所急波，但是教练组跟其他队员都不知道。就有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吧，有什么想说的，不管是对谁啊，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队友各方面的。比如说我平常可能死的比较随意，我可能这样死是为了尝试某些东西，但队友可能不清楚，然后给他们有点压力吧，所以就知道他们这想法，就我改善一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所有人要自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己努力的去改，同时大家也要接受赛场上和比赛中可能发生的失误和错误，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过的东西，在赛场上那一刻起，应该彼此之间更加的去承担和担当。因为每个人都想赢，所以他自然而然会去改变，就不能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还是要跳脱出来。当时是只能通过一场比赛的胜利来缓解那种情绪吧。我觉得杰杰这个选手的话，他其实是一个很懂得深刻去自我反省跟反思的一个选手。打完 W 之后晚上他就有单独跟我聊了很久，一直在跟我说他也想打得很好，然后他也想努力能够去改变我们队伍的情况。因为打 WE 那件事情之后，就觉得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觉得队伍正常打的话会赢，于是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去打。先弥补给谁？集中了啊，上去集中了。我觉得呢，比赛呢，大家还是要轻松面对，不要怕失误，应该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要像一个团队一样去作战。今天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看 team 向上，好吧？1、2、3，这波想约我 ，OK， 我往上靠，我往上靠。那我也看这个泡吧。哇，他要踢了，踢了。比你没惨，往右走。阿拉夫很晚，往右边靠。我们能救你，快烧了，应该烧完了。阿夫死。Q1，但是这边被别人双人定了一下，塔下好像被换了。换掉了，我慢慢聊。一队有踢哦，注意。算了，烧这个吧。一队有踢。给我吧。直接包过来，他没有闪现，感觉有点难走了。Scott 也是感到了一个上风，他这个人头应该是可以让给妖姬。李轩君的话，感觉更懂他一点了吧？相比于之前对他的不了解，现在能在游戏中就经常合理的帮到他。李轩君也是很强的上路，所以我们中野也不闪，上路也不闪，当然能打。我觉得杰杰是一个学习快的人吧，队员要求什么，他可以给回馈，或者是别人打野哪些地方做好，他会自己去研究，然后会吸收。等会儿准备进了，打 F6 吗？走吧。我换这里，从右边走。哎，看到了，听到了。对。有果子，哎，可以，应该也会死，杀。死了。他要过，他要走那个。我杀了 ，OK，nice。这个一级小套路有点凶啊。可以越，我要越。杀一滴。扎克快到了，下路。布隆可以给我。给你。给我吧。给他。有闪。没事。Nice。我们只要集中游戏就行，集中吧。现在拒绝变速就赢了，兄弟们。对，稳住。我是觉得我们队伍的恢复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把会开完之后，我觉得大家的心态跟状态都很快就找回来。好，兄弟们，好。杰斯可以看一下杰斯吗？杰斯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会看第一兵，你没踢到。我来，那我们抓不下吧？这波。我来了。打起来了，支援。我来了。哎，隔着龙坑，这跟前面有提前亮的一个视野，这两个非常精准的比喻上面想单杀，闪现过来，但是1秒好了，哎，阿乐来找 Scott 是教过 W 技能的，他是也过来，但是杰杰也在保，他们要杀，保，跳，保了打，我让了，他们其他人来不了，啊，其他人来不了，杀吧，一波吧，推下一波，恭喜EDG以3-1击败掉了 LNG， 这把零收啊，有一点就2代的勇气。EDG 在掌握了。我觉得杰杰进步特别大的地方，主要还是他大赛时候那个心态，已经不是当年的杰杰。
采访。我啊，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炫君和 Scott。快要到我们生祥哥的生日了嘛，刚刚在后台说，也算是对你来说一个突破了，很有意义。那对于后面的比赛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因为这是第一次生日的时候还有比赛打，希望后面的比赛能发挥的越来越好。对于自己来说有什么快，给爷爷唱个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第一次在一级过生日，其实没什么别的想法，就当时还是在训练嘛，就单纯的吃个蛋糕然后上班。在李炫君来111之前的话，其实已经看了他非常多年了嘛。其实他年纪依然非常年轻，只是因为职业时间打得非常的长，让大家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老选手。其实他也是一个98年的。我当时打职业还是因为就喜欢玩游戏吧，当时在那就是单纯的很开心嘛，每天就打游戏，打完以后1个月发工资，然后看着那些工资就爽。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打比赛，就当时也是比较年轻的那种，就是想着就自己操作就行了。看看这边治疗，看看这边是什么情况。厂长这边血量有点危险，被练到了。威米在正面没有磨了，但那边牛头也被秒掉，推了一下把对方的 AD 推开。哇，这波沈阳哥想偷输出偷的好爽啊！这波沈阳哥好爽，哎，被攻了，但是感觉有机会5杀呀！这一波同样的，您也是来到了上路，想去抓一下沈阳哥。哎，闪现 RJQ 这一波操作很漂亮，但是有一个完美时机，还有闪现，老肖过来没有烧死，这家伙有血池反杀天秀的完美时机。沈阳哥这一波天秀。炫君在 Snake 应该打了差不多有5、6年的时间了吧？他没有打进过世界赛。当时有一个赛季在Snake发挥的很差，然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感觉怎么打都不行。有的时候他已经很多次想要放弃。没有排名倒数第1过吗？真没有。赢彩。真的挺心酸的，就是，从一个很热爱这个游戏的小孩，慢慢开始，也拿过最佳上单，慢慢看到他身上的伤病越来越多，慢慢看到他其实职业的倦怠越来越严重，其实心里面那种滋味挺不好受的。如果最终可以夺冠的话，第一时间想要跟谁分享这一个喜讯呢？那个就是我们李星星吧，就是李明那个上路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们18年、19年在就是李明 Snake 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就是网天外面的网，就是他说我们就是2个最厉害的选手还没进了7赛，然后我现在20已经进了7赛，然后走到这里，然后我感觉他也可以，然后就让他不要放弃。坚持打职业这么久，主要还是因为想出点成绩吧，肯定不希望每年都是季后赛1轮游。他又知道自己是职业的末期了，也趁现在是当打之年的时候，状态还 OK 的时候，去冲击一次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所以在他心目当中，来 EDG 是很坚决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李炫君跟我讲的，似乎就给我的感觉，他不是特别想加入一个现在已经是世界赛水平的队伍，或者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队伍，然后加入进去以后躺着也能进世界赛这种的感觉，他好像不太想要这种东西。主要想法是想一起拿个冠军，而不是觉得他们之前成绩很好就过去，是这个想法。他想要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在这个队伍中有一定的担当和承担，然后大家一块冲进世界赛这种感觉。我觉得夏季赛跟春季赛比，变化肯定是有的。春季赛主要就是后面有点懒，就道前太 C 了，好像就把游戏拖到他装备好就行。夏季赛就一直在想办法改变很多东西，就比如说很多东西
不喜欢玩的，或者之前没这样做的，就硬着头皮去先尝试一下，这样只要对下一赛有好处。比如说这个英雄 OK， 那就去玩这个英雄；这个打法 OK， 那就去用那个打法，一直在练。我觉得在季后赛阶段，我们练上中野的这样的一个偏上中野的一个打法，炫君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承担了这么一个版本过程中的上路的这样一个角色和定位。他玩很多 carry 型的英雄，也能打出来 carry 型的打法。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夏季赛的这种努力训练的这种认真负责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态度，为于他自己争取了非常多团队的信任，也为了教练员。在班选上的倾斜争取到了非常多的勇气。明天就人生第一次打这种比赛，感觉挺期待的，没试过。哪种比赛？就是生日过后还有比赛打，就第一次体验一下，看能不能有好的结果。当时在打 W， 我们状态已经调整的差不多，各方面都好起来了，交流什么的也不乱了，正常打就赢了应该。隔壁没人。我觉得最近大家的训练的状况也都挺好的，我们再次面对他们，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沟通有回馈，游戏的过程中有判断，然后在游戏里面，今天是一个 BO5。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要有耐心，并且我对大家，对我们所有人，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所以说这些都有了，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教练组也做了很多改进嘛，就包括针对对面班的一些英雄，或者说是给我们自己拿到我们比较顺手的，尽量不要让对面的阵容比较完整吧。我觉得这杰斯布隆就还不错，反正他们要过来开我们的，我们3 poke， 那你们打团一定要知道拉扯跟 poke。选杰斯啊，OK。卢仙的话，对，轩杰可以多给然后踢啊。OK。你们看情况，等级高，帮忙上路就好。呼吸没闪哦，这个位置挺危险的。 OK， 我 Q 到你直接上啊。新德拉没血了。但等你交易再交斧子，等你交易。预判错了，呼吸清线。这里放了一个眼。OK nice。 OK nice。打起来。能走吗？不一定。我要保一下。你可以踢啊，看球啊。好。我开扫吧这边，拿一下眼刀行。对，我这儿还好。等着你。哎，慢了。楼下踢好了。你们就提前沟通一下。沟通好一点。对，没事。早点计划吧。对，没关系。无所谓，兄弟们。我快踢，快打仗！来，慢点可以打。我踢了。OK， 慢点可以打，慢慢破，不急。看到我了。杰斯再一炮，王光教主交出来给一个灯笼，赶紧拉过来。对，这个poke。慢破就行。没盾攻。都不现参了。应该可以杀，没闪的应该。要死了。OK， 一波，慢慢这样玩弄他们就行。恭喜 EDG 拿到了 BO5 第1局的胜利。很聪明，前面犯了那么大的问题，还是打回来了。我觉得他们都是输完 WE 以后都觉醒了。还看中线，我觉得还有眼，我摸下来下了推。对，中线来吧。OK。我先 Q 啊！你推到就直接死了。我能来不中。等一下，再留言。3秒 W。我这波靠不中。3秒 W。阿拉夫在这。你说上就上啊。然后 OK。阿拉夫有闪。阿拉夫有闪。nice。可以 nice。在这，阿拉夫在这。我觉得可以。哎，你们闪包了。再一个 APO 踢上来。我去卖了。卖了。上阿拉夫。对。慢点来。还没。3杀收手，4杀收手。中了一波，直接推。我们恭喜 EDG 2-0。哇，今天就是一个主题，拉扯。加油，吃素，OK。第一个时机打回来。正面拉到了金星，回身 Q 没有中。布隆的大招击飞了布隆自己，布隆被远地起来拿到这个人头，再一个拉到下一个钩索，EW 上来，直接回身看开一个秒，右手顶住了前排，第一条被前面打出来，想接外面还在继续，外面有块表，这个表太关键了。袁国龙超一下，袁国龙，来上，EDG 3-0战胜对手。这个盛强哥第一次进入
是的，我们进了世界赛之后，只是我在车上悄悄发了一个消息给他，然后我说这么多年了，终于进了，我也跟他说今年承担的压力特别的大，炫君也挺油的，他也没有正面来回答我，就发了几个搞怪的表情给我，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那一刻特别的就是释放，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心里的一块多年的一个那种愿望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也好啊，终于解开了这种感觉。正好昨天许了个愿就成功了。昨天许的愿望就是我2号能打牛堡，直接当场实现，所以就 OK。这就是生日的 buff， 还可以。世界赛打完牛堡再说，慢慢来，就让现在进了就行。你记不记得你进过几次联赛的总决赛，然后都拿过什么样的成绩呢？就我是第一次进那个联赛的总决赛。我是第一次进到联赛的总决赛。不知道拿过2次吗？我都忘了，感觉挺多次的，应该有5、6次这样子。3次冠军，2次亚军吧。 3번 결승전 나가서 3번 다 준우승했죠. 去年带韩华的是曾经 EDG 的教练 Norfe 嘛 ，Norfe 也跟我谈过说，如果说这个队伍有一个人他一定最愿意合作的话，那一定是 Viper。 좀 순식간에 좀 성적이 떨어져서 우선은 아무래도 좀 화도 났고 되게 이런 날도 있는구나 약간 이런 생각을 많이 했죠. Viper 在疯狂的输出，但是狗熊跑得太快了，直接一巴掌扑到了艾希脸上，艾希直接是被狗熊咬死。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恭喜真纪，真的是打得太离谱了，太离谱了。但是这一局也是韩华这个赛季的缩影。 작년에 하나에 갔었는데 어려움이 있었냐고 물어보면 당연히 어려웠다고 말할 수밖에 없고 성적이 안 나오니까 우선 성적이 왜 안 나오는지에 대해서 깊게 고민을 해봤죠. 왜 이길 수 없나 생각을 해봤고 여러 가지 시도를 해봤는데 사실 그 전에도 작년에는 좀 제가 잘 못하기도 했고 일도 잘 안 풀려서 어떻게 해야 되나 생각을 해봤는데 그냥 뭐 방법이 없더라고요. 좀 더 잘해지고 내가 부족한 게 뭔가 생각을 해봤고 이 부족한 점을 어떻게 하면 더 잘할 수 있을까를 계속 생각을 해보다가 여기까지 오게 됐죠. 其实我有非常多次在我们的休息放假的时候，他都是那种独自练习的时刻，或练习非常晚的时刻，非常多。我感觉 Viper 主要还是他自己也是一个比较上进的一个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各方面努力学中文啊，然后去加强我跟他的沟通嘛。然后我们团队出现一些问题，他也会及时的跟我们沟通，然后有什么不满也会说出来嘛。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像 Viper 这些表现，就还是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一个经历过非常长的一个低谷，然后抓住了一个机会，非常想去渴望的表现出成绩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증명을 하겠다고 얘기를 한 부분은 여러 가지죠. 뭐 내가 우승을 해서 내 실력을 증명해 보이겠다. 약간 그런 것도 있고 내가 그렇게 가장 간단하고 정확한 말이지 않을까 싶어요.记不记得我们这次进决赛是隔了多久进决赛？ 3年吧。 就19年和20年，我觉得就过得比较，没有什么价值的感觉，有点荒废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过一天就是一天那种感觉，就过得很快，然后也没有什么收获吧，我觉得。忘了怎么说啊，都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每一场都在努力的去打了，结果什么的都不知道，只记得我打了。你就当然。 成绩不好，不可能就都是队友问题啊，自己一点问题没有，肯定自己也是在下降，或者说是没有之前打得好吧，所以我觉得成绩才会不好这样。感觉在低谷的时候，肯定会怀疑到自己是不是有实力下降，或者说是打不了那种感觉吧。应该会想，就会想哪个地方能发展吧。 就可能自己当时状态不好，然后外界也会评价你嘛，对，你就这不好，然后那不好的，就肯定自己也想证明自己，所以说就一直坚持下来嘛。
出发出发！哎呦，坐过来。没事没事，坐过去，坐我这边来。屏幕前的召唤师们，各位晚上好！这里是2020英雄联盟接连赛夏季赛总决赛的比赛现场，欢迎今晚的主角 Edward Timmy。 다시 결승전에 진출했을 때 심정은 오히려 좀 별게 없었던 것 같아요. 그냥 예전에도 그렇고 앞으로도 그렇고 계속 기회가 주어질 텐데 그중 한 번이라고 생각을 했고 크게 뭐 이번에는 꼭 우승해야 된다 이런 마음가짐보다는 오히려 좀 편하게 마음을 먹고 게임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进决赛，然后打牛堡，当时已经实现了。后面打了的时候就想着，就是单纯的希望正常发挥。没什么压力吧，我觉得就赢了就锦上添花那种感觉。不要去想输赢得失，不要去想这些东西，就打就好，就你享受这个比赛过程就好。 听我说一下，我有 AD 英雄，我能刀妹加 AD 英雄吗？我这里不想拿刀妹了，我这里如果拿刀妹，我没有皎月又没有炸弹。OK， 听你的。OK， 听我的吧，好吧。搬刀妹，对，搬刀妹，然后我们1楼去拿瞎子就好了。2打2能打吗？奥拉夫去中了，可以，奥拉夫去中了，那我就来。可以搜奥拉夫。我先到的，杀奥拉夫。我马上，慢点，我马上到。SRC 可以3秒，我来，3秒。还多久？可以。什么杀？ OK， 慢来，推完走。抢一波龙啊！你待会下来，我波龙不在。有闪的。结束。慢点。3是没了，等慢慢来。3是刚动没蓝，不用怕。往上。OK， 慢点行。Nice。扛得非常的完美 ，EDG 3个人没有1个人阵亡。我的妈呀 ，EDG 这个今天的状态有点火。 他们选蓝的话，我觉得他们意图就非常明显，就一定是抢打游戏，要么我们就别开他们游戏，就把女刀开下去，就让女刀跟盲僧他去挑游戏，要换单。如果你这样给女刀，我上路很难出。对，我也觉得这样给女刀，我为啥你给女刀？这样的话，我们前2班就还是女刀杰斯这2个单单叫。就按照我们昨天讨论好的情况进行通过季后赛的改变，大家的队伍的氛围以及大家队伍实力的提升，以及面对FunPlus。 我们自己的准备，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是可以赢的。我们是挑战者的姿态去打这个决赛了，所以就放开打。先要着急吧。慢点。可以打。别状态他们，慢点不容。慢，可以打。着急。松了。可以追 AD。我去了。哎，我没跟上。 没事 ，AD OK nice， 给我玩，可以，杀，nice，我们先去中了，没关系。那这个单位打不了，双击到了，直接单秒掉了，斯科特接近暴走，哇，斯科人单杀掉了，那个可以打 ，OK， 慢点，好，要抢，北龙，好，剩下抢 ，AD，可以，招进，太屌了，瑞兹全杀了，哇，一个4杀的瑞兹接管了比赛。 拿到大龙，还没有人能想到会是这种情况。EDG 2马的阵容，主动出击，节奏先拉满。我中间会有个单棍之前的，而且下一盘他们肯定，我觉得肯定要0比2了嘛，都选一些主动的，尽量去乱一些，让我们带着我们乱啊，他也肯定会带着我们乱，然后尽量选一些主动的阵容，抓一些机会。他没有主页哥的话，我觉得他下盘要一选盲僧，因为你假如我拿盲僧，他造型就打过了，他不会拿，他不会给你瞎子了，要么就自己拿。对他要么自己拿，我觉得他要么自己拿，要么搬。对，他没有如果没有别的情况的，因为他换边也换过了，他打不了，英雄也换过，外面就只剩造型阿拉布了。对面选蓝色，还是蓝。 选蓝色抢瞎子，开一把。你什么时候能踢？我能开的。5秒后，上路能靠啊。OK， 他要打我，现在可以吗？看。我跳。看。上路过去了，我会说的。 OK， 可以给。我通了，他位置自爆，没闪，他位置自爆，我可以扛他。可以吗 ？OK， nice。
着想看。Scott 这回的大掌机有闪现闪过了，找到脸头了。第3盘当时到中间，纳尔和瑞兹的话应该是要去带线的，我觉得当时一直在打团，然后方向选错了，所以说后面有点困难。没有把这个线上加料也可以，慢点去跑，要走，保下我，不要走，可以，保下吧。走，小龙，哎呦，没事，很好吗？哎，田野，我觉得你缓一缓，好吧？啊，我知道，我没事，你真缓一下 ，OK， 可以吧？第3把他抓到的失误有点多，后面打不过了，下来也是调整了一下，也比之前调整的快吧。可能如果像输 WE 之前的那个时候，可能就完蛋了。如果一定要调的话，就是我们要么去选维鲁斯，要么去把维鲁斯搬掉选维鲁斯。不要被他们这种东西心态搞成你们觉得微调的话，就是你们觉得这种微调的话，我觉得这种没问题，扯淡了。上把送太嗨了，说白了，少送点，下把随便用。走路啊，什么东西自己长心眼。剩1分钟是第1把。OK， 虽然第4把开局有点爆炸，但是大家还是觉得有机会。看上路，石岩哥很危险，直接被船长枪毙了。盲僧也拿到了奥拉夫的人头，极限线被清掉了。这套子太熟悉了，想硬过来杀，闪现还没够，没空还有。哇，这把感觉 EDG 有点乱了，甚至有点想逼高地。这个爆破点出来的话，有机会吗？别说白话的苗条，没看着直接炸死，减速一下，这位置想一波了吧？我觉得那一把的这个关键点是杰杰抢了大龙的那一刻，他抢了那一波大龙之后，就对方就是滚不了雪球了，然后我们就有时间去就是慢慢的去把经济和等级拉回来，直接开龙。杰杰主要有一个问题，他没闪现，他很难受。对面打龙，我是奥拉夫的话，就觉得拼惩戒是对我有优势的，但是我下不去，因为没有带闪现。然后田野就想到了他能带我上去，就比较劣势了，就只能赌一下这种感觉。不是我没闪现，我没闪现，看一下，我能带你下去。哎，那你等会儿带我下去吧，你绕过去吧，要不？走，那下去。抢龙啊，这真的是不可能的抢龙。复盘的时候有说到那个龙在那1秒钟刚好升级回血了，导致他加了几点血，所以有给我惩戒的空间。那个也算是运气，我自我感觉运气已经差很多次了，该运气好一次。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开心我们的团队在运气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把握运气的能力。其实那个时候我说实话，我们一直在讨论第5把的 BP 的，只是我们讨论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抢了一条大龙，然后好像游戏不一样了，然后再到道贤杀完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游戏不一样，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几个字，那有人看吗？加料没？往前面冲！没事，加料没？这边有个辅助，加料。OK， 道前看一下，道前，防守没大，nice 啊，包吧。因为我们那个阵容选出来之后，教练就给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发育到中期，可能大家都2、3件装备的时候打团就比较好打。然后我们自己脑子里面也有这个画面吧。然后虽然就是劣势了一点吧，但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所以说大家当时的沟通也没有比较急，就还是比较冷静，然后再想着怎么样去找机会翻盘的。 역전을 할 때는 우리도 끝까지 기회를 놓치지 않는 것이죠. 상대가 실수하는 거를 우리가 꼭 캐치를 해야 이길 수 있었다고 생각하는데 팀원들과 우리 4선명 전부가 모두 그럴 실수를 캐치할 만한 능력이 됐고 또 잘 캐치를 했고 그래서 승리를 하게 됐다고 생각합니다. 直接动吧，飞不了应该。直接动，往上拉，被拉出来，往上拉，在上面。是搭起来的。对，动吧，往上来，穿，动，绕，两千。我的，集中。看见了，先绕吧，我这绕，可以绕，那2千吧。OK。龙。
OK， 保护。哎，去上路一波，兄弟们。上路一波，我踢上一波。OK， 踢下了。OK。等一下，我们追下几个车。我们杀了，来上，道歉，来上，这波道歉，踩，一条龙尾，兄弟们，一条龙尾，来是。时隔4年 ，EDG 要捧起这个属于他们的银龙杯，是的，他们的第6座奖杯，银龙重铸之日，骑士归来之时，恭喜 EDG！ 来，大叔，小心，不要这样。该我们的就是胜利属于我们的 EDG， 联盟10年热血不息，来吧 EDG， 再次捧起属于你们的全新的银龙杯，为胜利欢呼吧！再次的捧杯。总决赛的最后一把，就打到最后一刻才感觉自己是赢了的那种感觉。 자칫 잘못하면 질 수도 있는 게임이었는데 거의 졌다고 보는 게 맞는데 또 그렇게 좀 극적으로 이겨서 또 더 좋았고 뭐 이로 말할 수 없었던 것 같다. 那个时候我是跟了李维灿说，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打得很好，因为我必须说实话，他整个系列赛展现给我看的就是他的状态，感觉是他就是想要竞争世一中的感觉。 算是证明了自己，证明了我们能夺冠吧。我觉得这冠军对于我来说比较重大的意义就是，我坚持这3年没有白费吧。我觉得，虽然说可能前2年成绩不是很好，但是还是继续坚持下来，还是得到了收获吧。 처음으로 우승컵을 거머쥐었는데 의미가 많죠. 아무래도 처음 우승해보는 거라서. 일단 기분이 좋고요. 그리고 내가 한 단계 더 성장을 했다라고 생각을 하게 됐고 이때까지 해왔던 게 약간 틀리지 않았구나라는 생각이 들면서 다시 동기부여도 좀 되고 在夏季赛拿完冠军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抱着一块，大家一起聊天聊事情，我才知道，原来这是 Viper 第1个冠军。 因为他平常真的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然后他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非常好嘛，我都没有想过说这么厉害或者是这么优秀的一个选手，他是没有拿过冠军的。 좀 오히려 여유가 생겼다고 해야 될까요? 마음에 짐이 덜어져 있는 느낌이죠. 我觉得第1次拿冠军特别的意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真没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只不过看着兄弟们发来贺喜，就挺开心的。就那个哒，就恭喜我。这个夏季赛冠军算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就感觉自己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的那种感觉。 捧杯的那瞬间就感觉很幸福吧，就觉得职业选手是为那一刻而存在。来，老板，俱乐部新增一座啊，全新的，可以。这样，有点恶心，别亲啊！这样好了，刷牙结束。你不能再让我看到任何。3、2、1，我觉得从整个赛季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要提的就是不负选择，大家彼此的选择，才有了今年的这支 EDG 的团队。 我觉得我们这个夏季赛的话，就是不负坚持跟努力吧，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失败，然后也经历了很多互相的争执、互相的一个不满，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了，并且遇到这些困难跟挫折，甚至还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都恢复过来了，并且变得更加的团结，变得更加的努力。不负期待，感觉在一级级打野就备受瞩目，所以每个人都期待着我去做点什么。不负热爱吧，我觉得，首先还是得热爱这个游戏，然后才能一直就是坚持下去吧。不负坚持吧，就毕竟打职业这么久，然后终于进决赛，然后拿冠军，没有半途而废。不负粉丝，不负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队伍来说，其实我觉得是不负改变，是最贴切的。其实就在于我们选手们之间的这信任度比以往要更加牢固，然后选手和教练组之间的信任也更加的巩固了。大家都是一条心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取得成功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想对所有选手说的话就是，首先感谢所有选手整个赛季辛苦的训练跟个人的练习。其次的话，想跟他们说的话就是，每个职业选手的职业生涯或许很长，但是能够有机会捧杯，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大家有缘分，然后在一起为同样一个目标去争取，然后去求胜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的把各自的队友当作战友一样去信任，去互相帮助，然后一起去珍惜，就是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段日子。辛苦各位，和我一起努力到这个结果，我们继续加油吧！大家保持一下状态，保持一下拿冠军的状态。 수고했고 앞으로 남은 대회도 잘 준비해서 또 잘하자고 하고 싶어요. 想跟队员们说，世界赛加油！我觉得我的小目标就是进4强吧，然后要再往后说的话，可能就是拿冠军。那就听队长的。